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鲜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小红书，你的生活兴趣社区，上小红书 pick 你的心动嘉宾，解锁专属内容。本节目由新升级潘婷胜肽泡蛋系列赞助播出，根源重塑发型蛋白结构，72小时弹韧亮。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小棕瓶赞助播出。五谷营养好周到，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赞助播出。质感升级，心动升温。本节目由智享体验全面进阶的全新领克07、领克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澎湃。本节目由完美小红鼻眼霜赞助播出。我包的，这个小抄打的可以，我俩小时候心里没底。谢谢。哎呀，神秘人是神秘人就是这不在家，在家，好神秘啊！我差点就猜到了呢。让他装到了。就是你在你想许愿的时候，就也可以找我。哥们这么没有仪式感啊！哇，天哪！欧2把刷子。我们开了瑞龙的房间，他给美良留了一封信。不会吧 ？Surprise！ 我玩躲猫猫找不到我了。嘿，王爵，我选择了离开小屋。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敢。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造化弄人，他选择在今天开他的箱子，他选择今天跟大家告别。我还是觉得是不是我给他压力了？没有，换一个环境认识。对，觉得挺好的，请拍拍我的手。多多，哇，这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去哪儿溜达一圈？去。我要下雨的地方。好脏啊！不放手了！超级好看。你说什么？我说烟花很好看。是的，很好看。太浪漫了，太浪漫了。被困在你的房间中，外是雨或晴天，把心事放在一边，跟着直觉，渴望它就在眼前，别假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靠近我，靠近我，有微光在眼里闪烁，这是心动的信号，这是心动的信号。来啦！我们又来了！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鲜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小红书，你的生活兴趣社区来 pick 心动嘉宾。小红书心动的信号8官方内容讨论平台，根源重塑发型蛋白结构，72小时弹韧亮。本节目由新升级潘婷胜肽泡蛋系列赞助播出。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赞助播出。质感升级，心动升温。本节目由智享体验全面进阶的全新领克07、领克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砰砰。本节目由完美小红鼻眼霜赞助播出。这里是全世界最甜蜜的社交观察真人秀，心动的信号8，欢迎各位，又是一周了，朋友们，咱们上一周特别让我们就是抓心挠肝，比如说瑞龙走了，还有王爵，有点淡淡的忧伤，但是也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对，还有比如说
子涵的那个 part time， 非常成功，有层次。对，而且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就是乐晨和小远的双向爆灯啊！哎呀，对，也很有层次。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这种不经意的、这种非常有惊异的仪式感，也是一种层次感，没错。超浪漫，冲动的浪漫就很舒服。属于我们乐晨和小远的室内旅行，他们要去美丽的新疆啦，大美新疆，欢迎他们来到新疆。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愉快美丽的旅行吧。你看这嘴角。激动，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在克制那种激动。其实也没克制的很好，也满脸都写在脸上。哎呦，好开心啊，好开心！原来这个色系，什么色系？他们俩说情侣耶。这个真的是。你可以记录内容，就以后会有很多的回忆。你知道这个就叫做男友视角，它这镜头是像男朋友那样拍过去，所以叫男友视角，就是显得格外的亲密，就是还蛮生活的那种感觉。是。哇哦！大盘鸡！我天哪！天哪，我的最爱，我的最爱！看起来好好吃啊！没事，我结婚请你们。没事，我结婚请你们。我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你结婚需要主持人吗？我需要你当我的司仪吧。拍不到我，太高了，不好意思。这个果味大拌菜。
演员现在状态，我看了我都觉得好可爱。在爱里面的女生就是闪光的。社恐啊！社恐。拉手了。哎呦，开始有肢体接触了，拉着他了。别害羞啊！我跳舞还得我去买单。出发啦！你会动眉毛吗？你会动一边吗？哦，你会动耳朵？哦，厉害！凤马行宫，不会吗？我只会动眉毛。眉毛是。这样看真的会很想去。哇，新疆欢迎大家，真的很欢迎，很热情，能吃好玩好。确实是到这儿已经我们很期待了，而且我特喜欢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拍摄的方式。对我也是，特别真实，特别有呼吸感，很有层次。对，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自然，然后知道他们要去看这个世界的那种感觉。对，超棒。对，而且你看，我们就可以见证他们两个之恋旅行。他们两个本来就是很心动的人，而且我觉得景美，然后人又美，我觉得会很有加持，而且也会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对。好，那刚刚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失恋旅行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开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小屋的大家在做些什么呢？帮我做吧。好。我觉得失恋旅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哦。如果说有这个机会，我会毫不犹豫直接行动。哇，你真的好勇敢。所以就没几天了咯，1礼拜之内，结束了。我现在很期待，会不会有男生被这件事情刺激？我觉得会，大胆一点。我们的心动公寓呢，即将迎来最后的远行约会，最后一次了。分为2个1v1的组合和1个2v2的组合。所有的女生经过集体的讨论后，选择自己倾向的约会组合。吧，快去选，我看你怎么想。商量清楚再做选择。这怎么选？
要选什么？其实我刚刚都一下没反应过来规则。我其实反应过来了。其实我刚发现变成4人组的时候，我稍微波动了一下。你有点想跟我，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是你在的话，可能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可以最直接的倾诉的对象。对，就像多多说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应该留更多回忆。但可能那个烟花，就远儿的勇敢触动了我，所以我感觉可能原本可能已经被自己压下去平静的情绪。我们要几天不见，很快就回来了。我觉得那场烟花给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就是或多或少的勇气，都引爆了心中的那个冲动。对，所以一帆选择了1v1嘛，他就是被那个鼓舞到了，他想搏最后的那个0.1，就是让自己不要有遗憾了，不管有没有机会。我觉得很棒，非常勇敢。其实我内心想的是，我想的是1v1。但是你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会不会是需要2v2？但是再一想，我想的是1v1。他这个1到底是谁呀？我觉得你选1v1，我非常支持。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你担心什么？就是你们2个人都很勇敢的选择了1v1，那意思就是我们的态度搁这放着，你看吧。我觉得这非常勇敢，而且我觉得提前都能知道彼此想要的一个阶段性的答案。哇塞！别担心，很快就有结果的。所以现在悬念很大的就是痴痴，那接下来就看痴痴内心想选的那个人会不会也会直接选择到痴痴。对。那如果那还是2个男生也选择跟他1v1，那要怎么？那就看那个男孩有没有坚定的把他的头像贴跟他。那如果宇航跟子涵都坚定呢？要 battle 了，那个很精彩。太刺激了吧？那现在我们女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了，来吧，我们看看男生们会如何的选择。走吧。
我们本周的推理时刻了，我们本次推理为团队战，猜测所有男生的远行的约会的分组情况。来，我们猜对的所有人可以获得1颗心动原石。来吧，我们看看男生的部分。首先，先把简单的题给做掉。那不就是兰兰那一组是最简单的？9，方医生。现在来吧，我们分析一下这2个人，一个是子涵，一个是宇航，怎么整？我觉得宇航如果受到点压力的话，只能是调试他自己。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子涵肯定会主导。这么重要的远行计划来说，他一定是会有内心的节奏的。但你觉得他会让宇航吗？如果宇航超级坚定，那就有的一比。但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有一个人退一步，因为怕一帆单独一个人啊。因为我们分析不出来，就用倒推法。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就想不到子涵和一帆在一起旅行的那个可能性，就他们2个就从头到尾没有什么交集，所以只能是把子涵放到吃那个位置，然后宇航去跟一帆。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宇航不是和一帆也不怎么来电吗？但是我觉得一帆这次选1v1，他其实也是在向宇航表达他的态度。对，我觉得这时候其实他就是在告诉宇航说，我要看到你这次的态度给我看。对，你还是你，就看你们2个对于这件事情的决心。对。那么各位，我们现在分析完了，我们来做决定。那我们准备好了，觉得子涵的举手，觉得是宇航的举手。我们俩。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接下来进入康师傅茉莉茶清香心动时刻。所有人来了，来了，还要讨论啊？行，那讨论一下吧。来吧，咱们讨论一下。他们会怎么讨论？我跟潘医生应该不要讨论。那要不咱俩先听了。啊，现在这俩人咋整？咋整？哇，胖哥，我俩是小众的那一个，真的。宇航可以。我有看到宇航的眼神有坚定的感觉，对，他这次跟之前不一样。对他这次很冲了，可以。哇，宇航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很好。太猛了！这次很勇敢吗？那就看怎么说吧。哦，什么意思？我好紧张啊。那就看怎么说吧。我要啊！哇塞，挺炸的，精彩。
没有关系，现在改也来得及。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因为我跟一帆接触多或者了解有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跟他其实也有说，其实我跟他更多像。是不会对我不关注的人去释放什么信号的。好有压力啊！咋整？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肯定跟我这种点是一样子的。子涵一直在找新角度，突然被 Q 了，突然被 Q 了。我感觉我跟方医生应该，对，方医生和小娇演我俩应该算讨论过了，因为我俩应该也不可能选另外2个1v1。嗯，对，所以你俩其实也是比较坚定的，对吧？对。我的天！说服力。焦老师开始默默的远离。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好好笑，小娇和小芳都显得如此和谐。这个风车第一天来的时候就转，好久再也没转过了，转起来好好看。这2个人已经看出景色了，异常的和谐。是的，完全能共情他们俩，但是我们也帮不上忙。其实我刚刚有想过，就是如果假如啊 battle 的方法，对，我想一些 battle 的方法。我也在想，就是和小夫还是我觉得还是得对做点有挑战性的事情。他俩这时候可开心了，笑得可开心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点在你，因为你跟
一帆的交接非常多，所以你能解开他的心结。但是约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开朋友的心结，我们其他人去说是没有用的。但是这对我来说也就是有舍有得啊。但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机会，你们做一个。其实我跟他有仔细聊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其实让我们去，其实每一个人去也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对吧？我觉得你没有办法说服对方，最后他要做的决定其实也是难以接受的，对吧？哎呀，那其实也是违心的。哦，他没有办法说服一帆放弃选择他。那不行啊！如果他这次去解一帆了，那痴痴就会更加的。他这个时候再那样的话，那就完了。然后宇航陷入那个自证陷阱，宇航一直在跟子涵解释，坚定自己啊！如果不是按照先后顺序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应该重新商量这个选择约会的顺序。那把人叫过来。志涵，方一山。哎呀呀！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新再商量一下。我跟 Harry 刚刚讨论，就是其实无非就是一个选择约会对象顺序的这个事情嘛。我觉得我们就是得重新商量一个，就是这个贴头像的顺序就是不满意，对吧？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还是有分歧的人。你整个大前提选择顺序到底重不重要？羽凡严肃了，他说：“你说顺序到底是不是重要的？”对，他真的很坚定了这次。选择顺序到底重不重要？到底选择顺序一开始选择顺序，大家认不认可嘛？哎，对，我觉得明确喜欢的对象也很重要嘛。那我去给大家搬凳子。我要搬凳子。他应该一个人搬不过来。他应该一个人搬不过来。来吧，这儿坐俩，这儿坐俩，没事，咱们就说慢慢商量，不急。首先，我觉得我问一下大家，选择顺序重不重要？哎，很好，这是最重要的点，也是最核心的点。这个论据站得很牢。对。就是坚持，我觉得这种时候不需要什么体不体面，也不能让。对我俩来说，理论上不重要。那选择顺序重不重要？我的问题是重不重要？如果你喜欢的女生在1v1，我问的是重不重要，你只要回答重要或者不重要。需要有前提啊。前提我没有前提，就是重不重要。哇，这个辩论打的，也是为了这个选择的结果想的很多办法。那你问方医生怎么答这个题？哇哦，好难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所有基于选择的前提是我们要共同讨论出来一个我们觉得公平的规则来去执行，对吧？对啊，大家认不认可 Harry 说的这话吗？
又焦灼了。我觉得不说话没办法解决问题啊。我问 Harry 哥一个问题，你看是不是你想问的？你有没有可能选2v2？啊？不会，我已经说的，我觉得我说的非常明确，只要不是第2组，我就一定会选。OK， 那我觉得如果 Harry 哥这么坚定，我俩可能很难。那我应该不能做出任何让步，我觉得。哦，对啊。他们俩今天战友情啊！他们都不想失去最后一次跟兰兰约会的机会。我不知道一帆和诗诗，但我俩是对爱情选的。一般是什么决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了然于心了。你刚刚说的爱情的出发点，我觉得完全就是站不住脚。那如果你们是爱情的话，那我跟 Harry 是什么？你们也是爱情啊？那就好，那就是没办法，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说做出让步或怎么样。哇，面对爱情，谁都不想妥协。下雨了都。完了完了，又僵持住了。不会要僵持到天亮吧？我们在这里纠结半天，我提议是，我希望按照你的意愿去做这个决定，按照女生的意愿。完了完了！哎，他不会是要？哦哦，完了！宇航不要让步，这个时候了，就坚定自己，喜欢就是喜欢。够了吧，宇航，可别！哎呀，
天哪，不要！天哪！还把他的牌儿给移上去了，太难了。哎呀，因为我刚刚只站在自己角度想，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人不应该只站在自己角度想。希望他这么善良，我甚至希望他有些时候自私一点、霸道一点。想要顾全局的人会容易遭受和承担更多东西，对自己不开心也要做这样的决定，为了大家体面。不管怎么说，那宇航他其实最后被子涵说服了，但其实他反而应该跟那个站着这点说，我就是因为不能让他误会，所以我肯定也不能选。说这种竞争的环境其实就跟人生是一样，他竞争的环境就是残酷的。其实宇航已经说过2次，我在其实跟他说过，我们不可能，说了2次没有人去接他的茬，他试图拉拢了其他2个人，失败了，也是失败了。但是他对于他自己来说是已经进步很大。我觉得他做出来的这个举动是他这么多天以来是他最勇敢的一次。那有些人是需要成长空间的。对，而且他第一次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我已经很清楚地跟一帆讲过这件事情。对，这次他真的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和进步。子涵为什么让大家觉得没得谈？他的态度几乎接近于决绝，他根本不看你，不可能。对。但是宇航为什么？那我怎么办？对，可是我不想，我也很想。这就是你知道，这个在生活当中谈判当中就会觉得，哦，他有空间，我还有攻破他的可能。所以竞争的常态它就是残酷，他比的就是说你这个抽屉拉回来，我死都不会推进去的。对，是确实。这确实是宇航的一个性格特点，对，他相对来说更愿意替别人考虑一点。未来他的伴侣可能是要找一个可以理解他这个特点，是的，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包容他这个特点的这样的伴侣。这也是宇航未来人生的功课。对，他会知道以后有些事情他该坚定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选择更坚定的去认同他自己的选择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子涵也没有错。我看到宇航有点像曾经的自己，子涵是有看到现在的自己，
我觉得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希望大家都开心一点，我把所有人都放在我前面。但是我后面我就会发现，不管是缘分也好，还是机会也好，因为这个其实也不仅仅是在恋爱当中啦，可能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都会有，我会失去很多。从子涵的角度，他确实把握住了这一次最后跟自己心动的人约会的机会，所以其实，在感情里又争又抢是个优势，也是一种能力。现在不知道说痴痴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嘛。对。但他那个第一顺位到底是谁？因为他也没说，咱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痴痴是有一个心中的人选的，不然他不会1v1，他就在等这个答案是谁。接下来呢，就是要进行他们第一天的这个远行约会了，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吧。痴痴，我感觉你头发状态一直好好啊，嘿嘿，因为我洗完头发都会用潘婷玫瑰精油，它的质地很轻盈，你试试，一抹上就被发丝吸收了，而且吹干之后几天都特别柔顺。明天我们不是要出发去旅行了吗？今天要好好护理一下。确实，你现在头发真是又顺又有光泽，而且这个美味香味好好闻啊！我也要去准备一瓶。怎么不打伞？刚刚没有在下雨。我这为什么一直在下雨？好开心啊！你等了很久了吗？还可以10几分钟吧。给我。谢谢。哎呀，这俩人，不是吧？走吧，走吧。怎么做啊？让男人坐前面吧。好，他会觉得坐副驾更舒服。我焦哥真是大气。南浔你们去过没有？没有。我去过。我也去过。你不是上次就说你想去古镇？南浔浅浅的走过，没有完全走完。大吗？好像没有乌镇大，但也还挺大的。下雨天的南浔其实挺好的，就很有江南的感觉。对。早上吃饭了吗？早上没吃，吃了中饭。中饭算你吃的当然。吃了。兰兰这种日常类型的对话，还是跟方医生多一些。陈教授，我该说点什么呢？多多跟你说，他今天是因为傻，不能来。他有工作，他说要回一下杭州。他不会骗我们，然后他不来吧？不会，我问他了，他说会来的，绝对会来的。
好。困了。这个操作有点抽象。早知道带点西洋参给你吃了，这样你开车还能精神点。生怕我今天晚上睡得着。对。走，下车喽。好美啊，这里。嗯。那边有船哎，我们可以去划船。可以啊。走。走吧。几位？3位。有鱼。哦，有一点灰灰的那种。那水里面飘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有绿色那个。下面的还是上面的？下面。下面的。水草。水里面的草就叫水草。好像叫水棉。啊，原来你在搜，我还以为你在拍那个风景呢。水棉。还可以，你坐前面，你坐这儿，给你拍一张。好啊。哎呀，等一下，我开个人像看一下。待会儿可以先来这里吃一点。感觉有好多吃的。每样都来一点。唉，小娇的情绪还是蛮明显的。但我觉得兰兰应该有注意到。有，肯定有。就这样会很难受，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友情当中。因为其实对于小娇而言，她很喜欢兰兰，她又不想要跨进她的 zone 里面，所以她只能用一些我在外围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你在干嘛呀？我昨晚有点分离焦虑。
拿。走吧，焦哥。要不去吃饭吧？那先走吧。坐吧。其实你要想想，兰兰现在也蛮尴尬的。他很难处理这个。等着多多来呢，就多多来肯定会好一点。多多来之前一定是难受的要死，真的是。兰兰，要不我们先出去聊会天？都可以啊。他要拉兰兰出去聊天了。我先道个歉，因为刚刚我可能有点情绪不太好，可能有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本身这2天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积压，表达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可能有点太敏感了。然后，但可能我其实你也可以说出你敏感的部分，因为其实我怎么说呢？从瑞龙开始走了，王爵走了之后，我也很难过。我都是想，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把最后几天过好。但我也能够想象到，可能对于你来说，对于方医生来说，对于我来说，甚至对于多多来说，我们4个人的这个出游的组合，我觉得多少会有尴尬的部分存在，我也很理解。对，因为大家其实发生了那么多，然后又有人离开，谁都不好受。因为我也不希望你不开心。哦，他哭了，是他心里也不好受的。你先别哭。然后我就觉得，让大家开开心心出来玩，就是不管怎么样也没有剩多少天了，对不对？那马上就大家都可能会分开。有时候你觉得可能不会分开，或者大家还会见面，但有可能就是会分开。我就会有很困惑和难过的部分嘛。我知道，我对不起，我先对不起。然后我确实我上车的时候，我之所以选择睡觉，其实也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也真的担心多多，虽然我嘴上说我觉得他一定会来，但是就我很怕他不来。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我可能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偏奉献型的人格。我其实是第一次真正的在看到你跟方医生在相处，所以其实我选择把眼睛遮住，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想用听觉来感受一下你们俩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开心很快乐，那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不打扰可能是比较好的。沟通真的很重要。我也其实是一个很小心翼翼的人，所以我今天其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我也知道未来会一直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我刚刚想的是，那我的本能可能就上小车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想要先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现在懂我刚刚的那个就是在车上的举动，就是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对，说出来啊。你面临的这个状态，我非常理解。其实我也会因为你的为难而感到为难，很多时候。但我不想让你为难。哎呦，如果真的是我的为难让你为难了，那我可以不为难。不，我觉得你又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其实更希望就是能有一些直接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刚刚经过就是大家的冷静思考和消化，再加上刚刚聊开了很多事情，我觉得现在好很多。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我真的觉得好了很多。是的，我非常认可这个。我现在很幸运，就是我们现在能把这个误会解开，是解开了吗？是解开了。一口没吃啊，他也吃不下。Hello， 方医生啊，